我们在提取样本时都会事先筛选，也会尽量保证取样的精准性。通常我们对烟蒂取样的要求是3到5个，必须是近期抽烟所留，干燥，无烟灰附着。近期呢，有没有可能是2月之前的呢？不会，而且这个样本呢，我有印象，是当时委托人送来的时候是我接收的，所以确实是近期抽过的烟蒂。我就说不靠谱，这个。行了，那个我知道了，不好意思。不是先生，您如果对鉴定结果有异议，可以提出申请复检，复检是免费的，您可以随时提出。我们留取样本的期限是1个月，1个月之后呢，我们就自行处理了。你赶紧处理吧，我告诉你啊，那烟屁股不是我抽的，我2月之前就戒烟了。您的意思是取样对象搞错了？那您看，您要不要再重新鉴定一次？我们提供上门取样，绝对保证鉴定结果的精准性和您的隐私。不用，特别相信您这权威，但不用了，谢谢了啊，走了。哎，先生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小韩，小韩，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，好好聊一聊你之后的安排吧。我现在很困很累，不想聊了，要不改天吧？哎，那你回哪儿休息啊？出了门，咱俩也不算是师生关系了，也不用事事都向你汇报吧。你说的对，出了校门以后，我就不是你的老师了，是你的朋友吧？你总可以跟朋友说说，那笔钱是怎么来的？钱肯定是挣不来的，好吗？不要再纠缠。好，我相信你不会去挣不义之财。那你去上课，把奥斯卡放哪了？既然当我是朋友，就一直不要戳我痛处了。我真的很困了，你路上小心。祝愉快啊！您好，你有事儿吗？刚才进来那个学生住哪间房？谁啊？我们这儿不收学生的。怎么可能啊！我刚刚明明就看见穿着校服的人进来，我就是跟着他进来的。你们这儿又不大，你怎么可能没看见？我们店呢，的确不大，但是也有正规营业执照的好不好？再说了，
我们也要保护客人的基本隐私吧。我们不会提供给任何人违法犯罪的机会。还说不违法？我这个学生看起来个子挺高，但只有16岁。你们非法收留未成年人，这违法吧？我听你口气，你好像是他老师吧？哎，我就纳闷了，你们当老师的都不学法律知识的？法律现在都规定，16岁以上的人都有独立开房的自由了，不学法律还跟我在这儿掰扯什么呀？觉得你们这些老师有时候就是特……哎，喂，你不能进去！喂，天哪，你不能过去！不是，你要干嘛呀？哎，这位女士，哎，不是，这位老师，你别这，这边是客房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不是老师，这是客房，人们休息的地方。你找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他不是空的，你休息。别吵！我跟你说，这边全是参加艺考的学生，人家不太容易。1116，他在1116。不是你轻点儿。你怎么能住这儿呢？不住这儿，我住哪儿啊？这是我的私事儿，出了学校你就没权利过问了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以后不去上学了。猥琐！你的狗呢？这能养狗啊？人都活成这德行，还养什么狗？卖了。你这么说，我就知道那笔钱哪儿来的了。难为你了。把东西收拾收拾，跟我走吧。我说了，你再管我，我就不去上学了。你想退学，还得先办手续，等学校批准了再说。只要你还当我学生1天，我就得管你。哎，这包不是我的。那个呢？都不是。是你们自己要退的房啊，我押金不会退的。你们这儿房间多少钱1天？100块1天。他来的时候呀，我看这小子身上也没什么钱，就只收了他100的押金。这样够了吧？走吧。来，进来。哎，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啊？哦，对，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呢，就是萧寒，我跟你常提起的那个啊，他暂时就住我们家了。今天晚上我的房间让给他睡，我跟你挤一挤啊。你要睡哪呀？你床上呀。哎呀，咱们不是以前常开卧谈会的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去开卧谈会。这么早？哎，你先去冰箱里面找找有没有什么吃的喝的，不要拘谨啊。走，放轻松。收留女学生可以1天2天1星期我都没问题，但是你马上就要去澳洲了，你把她丢给我，我是跟她合租呀，还是我收养她？哎呀，这我还真没想过。拜托姐，你带回来的是个未成年人，没有什么事儿还好，要出什么事儿谁负责？你就是一个老师，
你不能把你自己当成家长，这叫越位，你懂不懂？哎呀，你不晓得他有多惨，他把狗也卖了，一个人住在那种小旅馆的6人房里。我不忍心看他无家可归，才把他带回来的嘛。把他带回来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他虽然未成年，但你看他就是一个大小伙子，这天天咱俩进进出出多不方便呀。再说我睡觉穿的也不多，所以我才说我要跟你住一间，让他睡我的房间嘛。反正你在家里多穿几件衣服就好了，也别穿得太随便，是不是？这是我家，行，我明天穿棉袄行吧？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不忍心看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平白无故的受罪嘛。你是他的老师，是于情于理你都得帮他，但是比他受罪的人多的去了，你帮得过来吗？而且你有时间还是多管管我哥。你哥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我觉得他，有一点不对劲儿，你多关注一下他。你别拿你哥来转移我的注意力啊！反正今晚好歹凑合一宿，我再想办法吧。小韩，怎么样？你吃点东西了没有？人呢？哎呀，都怪你！他现在无家可归，我好不容易把他找回来了，结果又让他跑了。怪我干什么？你应该怪他那2个爸。也是，他那2个爸，一个不靠谱，一个跑了。尤其他那个什么所谓的生父，居然搬出亲子鉴定，要撇清跟他的关系。你看那个鉴定书了吗？他说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啊。对呀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找他。站住！哟，没看错吧？哪儿冒出来的这是？把证据拿出来。什么证据？亲子鉴定啊！我要亲眼看看上面怎么写的。我现在要出门了，我没时间跟你。我凭什么跟你汇报啊？你穿成这样是要出去约会啊？你知道萧寒他现在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面的6人房吗？啊，你还真有心思啊！他也老大不小了，而且以前被惯成什么样了，吃点苦头挺好的。你要让他吃苦我不反对，但他现在还未成年，没有经济来源，住在那么复杂的小旅馆里，觉不够睡，吃不好，上课精神也不集中。觉不够睡，觉不够睡算什么呀？我像他这么大时候才10几岁，我那会儿可厉害了，我都帮我们家邻居开西瓜摊挣钱了都。行，我跟你说了，我得走。等等，哎，你真走得了啊？你知道萧寒为了你把狗都卖了吗？就因为你怕狗，然后又把他赶出门，他走投无路才把奥斯卡卖了。你不会不知道他跟奥斯卡之间的感情吧？然后呢，你还跑到学校兴师问罪，说他卖狗的钱不是正道来的。你知道他这样有多难受吗？小心点。哎，喂，你这铁石心肠的家伙！怎么，又良心发现了？绅士风度我是有的，我看你一瘸一拐的来这儿找我也不容易。这么着，你把他地址呢发给我，我去找他去。您呢赶紧回家歇着去。我刚刚把他拉去我家了，结果又让他给跑了，估计是又回这个旅店了。我跟你去吧。别，这是我们2个大男人之间的事情，跟您没关系。我是他的老师，我肯定得去的。说
实话，最烦你这样的人，老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对别人的生活品头论足，感觉自己生活多幸福似的。其实我的生命里边没你的这部分，您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。喂，郑队，我吴征。吴征，我跟您说一下，今天有一件特别急的事儿，麻烦您跟哥几个讲，今天晚上我就不过去了，不好意思啊，郑队。你开什么玩笑？大伙都到齐了，就等你了。不是现在还有什么能比你傅飞更紧急的？我正跟他们说这事儿呢。你架子也太大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队长啊，给您赔个不是，哪天我单请哥几个，千言万语就这一句话，对不起，拜拜了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能住之前我睡那张床吗？我刚把那铺打扫干净，刚准备租给别人呢。那铺可抢手了。哎呦，老板娘，你通融一下嘛！你看我也没别的地儿去，而且我这定金还没退呢。哎，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给你继续住。谢谢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不是看在你还算长得像我偶像的份上，哦，还有一点，你弹琴还不算难听，要不然我才不会网开一面。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喏，办好了啊，还是那铺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小伙子，你会不会弹《加州旅馆》那首曲子呀？我不是点播啊，我就随便说说。行，回来我找找曲谱，主要那前面有一大段 solo， 我怕我弹不好。没事，你练着吧。啊，对了，防护设施给我爱护点啊，别给我弄坏了。啊，行。哎，您好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找个人。小韩，跟我回去。跟我回去。你连我爸都不是，你凭什么管我？你以为我想管你呢？因为我爱过你妈，我不能眼看着她的孩子误入歧途，你知道吗？否则我死了以后见着你妈，没法跟她交代。前两天那个亲子鉴定书，我又去问了一下。当时费主任拿那个烟头呢，弄错了，那是你史飞叔抽的烟头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那份亲子鉴定呢是错的。那也只能证明我跟我史飞叔叔没关系，跟你不一定有。你当时来投奔我，我说有就有。你空口无凭，要不咱俩现在抽管血
咱俩鉴定鉴定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地下认亲呢？我告诉你小子啊，今天甭废话，马上跟我走。等你到18岁之后，我也不管你了，你想干嘛干嘛。今天必须跟我走，起来！把东西收拾去，收拾好了跟我走。太好了。你确定了？怎么规定眼睛给他拆啊？你只要把同一边的镜片补到那副摔坏的墨镜上就行了。你这副墨镜啊，花了你不少钱啊。这副旧的，看起来也有6、7成新，真是赔本的买卖啊！算了吧，在某人心中，那副旧墨镜才是无可取代。换吧，换吧。好，那我去换了吧。周先生，您先别激动啊。关于公司经营的事儿，我觉得您完全可以跟丁女士再深入的交流一下。交流？怎么跟她交流啊？她现在连我电话都不接，惹急了连儿子都不让我见。如果她现在只是想拿钱移民走人，没有问题。虽然说儿子见不着，但是公司至少可以保住。可是现在呢，她要的是两败俱伤啊！她现在接手公司1个月，公司好几个元老全被她开掉了。现在公司上下人心惶惶，大家无心工作，经营业绩直线下滑，我看要不了多久啊，公司就要被他搞垮了。好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，时间紧迫，不能等他拖垮公司。那我建议您多联系一些股东，赶紧召开股东大会，罢免冰黄乳的决策权。不是没找过其他的股东，我都找过了。可是因为我跟他离婚这件事情，对我的个人声誉造成了特别负面的影响。不过，倒是为他赚了不少的同情分。那我们就只有搜集足够的证据，设法去做他个人的工作了。行吧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哎，好，那先这样，明天随时见。跟谁说话呢？还躲着我？嗯，秘密，秘密。哎，我妈是不是来过了？哦，对，你爸不是让你回家吃饭，你没回吗？你妈就把好吃的都送来了。哦，嘿，秀涵的事儿怎么样了？解决了，她去了她该去的地方。嗯。哎呦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。年轻人有点朝气。这是那亲子鉴定，请坐。
我先表个态，不管这份鉴定是谁做主做的，我都先得说声对不起，因为我没考虑过你的感受。有没有这份鉴定，从现在、以后还是将来，你都是我儿子，这点是毋庸置疑的。让咱们把所有的不愉快都忘了吧，和平相处以后。看你这么诚恳，我就暂时原谅你。不过我能不能给你提几点意见？头回当爹，经验不足，欢迎指正批评。你这个人吧，嘴硬心软，了解你的人呢都不想搭理你，不了解你的人呢都特别想抽你。你别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这人业务绝对很强，这点我非常承认。但是你如果做人能圆通一点的话，那你就无敌了。你这是夸我呢，还是骂我呢？还业务呢？你懂开飞机吗？我是不懂开飞机啊，但我最起码我知道怎么当一儿子吧。我都做10多年儿子，你才是一个新手爹。我这些意见都是肺腑之言，你呀，兼听则明吧。好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不过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也道个歉啊？我给你道什么歉？我凭什么给你道歉？是奥斯卡咬了你，确实是我管教不力。但是呢，这狗我也卖了，我还流浪好几天，我还饿肚子了，我还在一个小纸箱里，我在里边躲雨，一边弹吉他一边哭，旁边有一个特别臭流浪汉。这点我说了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有过这种感受吗？我说的是这件事情吗？我说的不是这件事情，我说的是费雯丽让你走你就走啊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乖了？你怎么不先把事实搞清楚了再说呢？这家是不是我做主？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。啊，那刚才谁刚才说那个以后不那个和平相处了，这就开始给我翻老账了。行，你不是在外面躲纸壳箱子里边待了一宿吗？也没睡好，特别累，先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去洗个澡。今天晚上先赶紧睡一觉，好不好？你妈说了，让你最近赶紧回家一趟。我可交代了，你要不回家也得给她打个电话。知道了。哎，你刚给谁打电话呢？我怎么听到丁芳如的名字啊？小妈又想套我话，没门。但我有一条忠告要告诉你，离丁芳如远一点，她很危险的。没那么夸张吧？我最近在给周周辅导英语，跟他也算有了近距离的接触。他是有一点神经质，但那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年家庭主妇，突然回归社会有点不适应，加上那个周周最近有早恋的迹象，他家里家外有点应接不暇了。你呀，看人就没有准过。我跟你说，那种看似软弱无害的人，往往才是最可怕的。每个人呢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，你不要蒙蔽了双眼，知道吧？如果有一天丁芳如咬你一口，你才能清醒，是吧？有那么严重吗？有，特别严重。咬一口。奥斯卡，生日快乐！其实啊，我特理解你失去宠物的心情。我小的时候养过一只乌龟，我跟它可亲了。我妈妈也就是你奶奶，那会儿是劳模，成天不着家。那只小乌龟每天陪着我，我有什么事儿啊，就跟乌龟说。哎，史飞叔不是你从小玩到大朋友吗？你怎么没朋友？他就一跟班儿。跟班儿？我说怎么那么让？你别打岔，我快讲到关键点了，你听不听？听一听，你继续。有一天呐，我们隔壁的老爷爷呀瘫了，我妈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一偏方，说喝乌龟汤能治疗偏瘫，她就把我那小乌龟给贡献出去了。啊！我放学之后我就回来找，我找乌龟玩儿，
没找着，然后在隔壁爷爷家就看见乌龟啊，变成一锅乌龟汤了。哎呀，我当时哭的呀！我妈把我打了，那是她头一回打我，我现在还记得那感受呢，就跟失去亲人一样。哎，你那小乌龟叫什么名字？闪电。你这闪电跟我奥斯卡的情况还真不一样。奥斯卡好歹是转让别人，我要真想他，死乞白咧的还能看看他。你这闪电真是不行。这闪电变成汤之后，我伤心好几天。后来你奶奶给我买了一航模，我就迷上航模了。你奶奶特别支持我，证明啊，我奶奶比你强。她知错能改呀，不像你老嫌我弹吉他像弹棉花。哎，我听史飞叔说你年轻时候也玩过乐队，讲讲呗。嗨，都是过去的事儿，别听你史飞叔瞎说啊。他那是反例，音乐可以怡情，但不能当饭吃。哎呀，我现在算信了，你跟我妈100%有个混吃。怎么讲？你劝我不要玩音乐这样啊，这个论调啊，跟我妈一模一样。我倒觉得人史飞叔那挺好的啊，靠手艺吃饭怎么不好了？行了，史飞那叫音乐，不说了。你明天还上学呢，你们老师都说你上课打瞌睡，赶紧睡了，啊。干嘛呢？看不出来，狗窝呀，怎么样？多规整！一会儿在这儿开个前门，在这儿开个后门，完美。忙活了一早上。可以啊，又能装床又能安狗洞，哼，不错。我是谁呀？机长啊，这算什么呀？来，这钱呢，你先拿着。先把你那宝贝奥斯卡赎回来，要不然我这狗窝做好了也没地儿待。你脑子抽风了吧？伤口还没好呢，刚让人狗咬一口就让我赎回来，你想好了吗？我呀，还真就想好了，我不能当我妈那样的家长。既然奥斯卡对你重要的话，他就应该跟你在一起。这钱呢，如果不够的话，咱再想办法。先让奥斯卡回来是正事。不用了，我看就算了吧。咱现在这水平啊，也给不了奥斯卡以前的生活。他跟他那新主任挺好。今天这么早啊？早，今天有英语考试，我得早一点去学校准备。哎，对了，我昨晚给你哥打电话，他怎么都不接啊？不知道啊，可能有事吧。会不会是我最近一直在忙萧寒的事，你哥怪我冷落他了？应该不会，你爱岗敬业又不是1天2天了，我哥可能早就习惯了吧。他真的跟你抱怨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也知道，我最近忙的连我父母家都顾不上回。萧寒没个好去处，我去澳洲也不放心啊。我当然理解你啊，可是我希望你能多替我哥想一想。萧寒现在没事了，我要是你，我就提前申请去澳洲，反正横竖都要走，也不在乎这1-2个月了。既然不差这1-2个月，
那我干嘛不善始善终呢？你自己当律师都这么严格要求自己，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吧？你知道吗？异地恋的分手概率高达90%以上。你和我哥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了，我只是希望你们可以修成正果。知道了，今晚不管多晚，我都会跟他视频啊。我先走了，路上小心哦。蕾蕾，哎，你好，老吴在家吗？哦，老吴，物业局来人了。哎，王经理，那个是那钱的事儿吧？这两天没那么多现金，能不能再还2天？老吴啊，这个数额也是经过您签字认可的，你昨天就说要送过来的，你这样我们真的很难做呀。我知道那个数额我肯定认可，就是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，钱呢有点拿不出那么多。您看，要不跟楼下邻居？这里边1万块钱，您先拿着。这一半天，我们俩再想想办法，肯定把最后那些钱给您凑上。好吧，老吴啊，剩下的你可要抓紧点啊！一定，谢谢。好，再见，慢走啊，慢走。好。卖卡总共得了2万，刚才给他1万，再加上我住店，还剩下几千，我也都贡献出来了。你收着，这钱留着你当生活费。以后这儿呢，你来管钱，挣钱的事你别管，你就好好上学就行了。我想办法。走了。哎喂，小袁，你帮我查一个人呗。他叫王筛，前不久去悉尼大学留学。对，和我哥一个学校。啊，他妈是沃顿国际学校的语文老师，也姓王。对，和王筛有关的资料我全要，越快越好啊。好嘞，谢谢你，下次请你吃饭。哎呦，吴大爷，您来了！您下次来提前通知我，我好铺好红毯迎接你。别挤兑我啊！我先向您为昨晚的事道个歉。昨天呢，我确实是有事儿，那孩子离家出走了，谁也找不着，又担心他有危险。后来知道他有消息之后呢，马上把他蹬回去了。你理解一下，毕竟是我跟肖薇的孩子嘛。我儿子有确认了，是，你们也没放弃我哈，还是挺关心的哈。我什么时候放弃过你啊？组织上不光注意你的思想动向，还格外注意你的个人生活。行，看在肖薇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但是你提前恢复飞行的事儿了，错过昨天的机会，只能等到刑满解禁了。我知道你一直在帮我想办法，我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我保证明天开始按时按点的过来，什么活脏，什么活累，我干什么。不是你这真的假的？你的话我怎么那么不爱信呢？你明天不会又找别的借口吧？明天等着看我脱胎换骨的表现吧，给哥们儿次机会。行吧，这样吧，一会儿还有一节培训课，你呢给我当助教，当个反面典型，现身说法，把你这次违规的切身体会呢跟大家交流一下。都懂。一会儿您跟那儿光辉伟岸的讲，我坐旁边给你当靶子。你正经点，什么靶子？案例教学，明白？刚才我已经给大家强调了，在执飞过程中严格遵守飞行手册的重要性。今天呢，我们有幸请到了我们公司的吴征机长呢现身说法，来给大家讲一讲不遵守规则的危害性。大家热烈欢迎。
大家好，我是吴征，我来给大家讲讲不遵守飞行手册规则的重要性的这个反面例子。我是一个比大家早飞了15年的这样一个机长，你们都从航校毕业，应该知道学习开飞机是一个枯燥又很有挑战性的工作。我就不给大家讲这个条条框框了，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、小例子。在好些年前吧，我大概比你们大一点点吧，也是刚飞没几年，在天上我们正进入巡航高度，现在就是比较安静的时间，旅客也都休息了。这时候乘务组的3号呢，就到机舱呢，驾驶舱给我送咖啡。我是吴征，我来给大家讲讲不遵守飞行手册规则的重要性的这个反面例子。我是一个比大家早飞了15年的这样一个机长。你们都从航校毕业，应该知道学习开飞机是一个枯燥又很有挑战性的工作。我就不给大家讲这个条条框框了，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、小例子。在好些年前吧，我大概比你们大一点点吧，也是刚飞没几年，在天上我们正进入巡航高度，现在就是比较安静的时间，旅客也都休息了。这时候乘务组的3号呢，就到机舱呢，驾驶舱给我送咖啡。当时也没什么事，我就留这个3号在驾驶舱里边聊了聊天儿，这很重要。这个就是说机组之间要搞好关系，这是对大家气氛融洽呀，这是很重要的一课。你们之后你慢慢能体会的。然后我就给他讲什么来着，我也忘了，我就特别兴奋，讲着讲着我一拍大腿，我说哎呀这个什么什么的哈，我再一看我这手吧就拍错了，我就拍这3号大腿上，就拍3号大腿上，3号也看着我，我也看着3号。然后3号就一抬眼就看着我，款款的就说：“吴机长，咱们那飞行手册上第4页第24条说的是什么？”我看他眼神不对，我说我是不是犯错误了？说什么来着？我就先把他请了，我说后面可能乘客要你提供服务了。等他一走，关上门，我赶紧打开飞行手册，我就看。我看第4页第24条是这么讲的，说这个乘务组的这些成员啊，一定要无条件的遵照机长的这个指示，明白吧？无条件的服从机长的处置跟判断。我这就后悔，我说我怎么不早看呢？原来3号是他话里有话呀，明白吗？我这是拿一个小笑话套这个啊，大家别当真。我就讲到这儿，然后下面咱们有请郑队长给大家讲一些正能量的东西。来。哎，老板，请你签的。什么呀是？这是上次的这个物品。啊，老板，这是后续的费用，在这里面签字。多少？啊，写着呢哈。来，石老板看这个啊。哟，怎么着？今天愚人节啊？今天是世界扶贫日，我也没想到自己能山穷水尽跟你借钱，这能吃不这个？吃不死你！不是你这什么风啊？一个大机长从我借钱，遭什么难了这是？我们家前段时间不是淹了吗？连维修带赔偿，一共2万多块钱，银行卡里总共才1万多。肖涵那小子把他那宝贝狗卖了，才凑了1万多，还不够。我早就跟你说，当机长青春饭，按小时拿钱，你一点积蓄都没有。不是那个文艺那房子是你买的吧？你自己儿子不养活，房子隔那么远，真大方你。有没有钱？你先给我。拿手机。转过去了啊！刚挣的演出费都没屋热乎呢。跟你说，你别看不起演出，等你将来白头发了，是吧？你回来跟我们干，我们还不要呢。烫啊！
这肖寒怎么样？回来了。那鉴定结果不对。我就说嘛，肖寒怎么可能不是你亲生的？那鉴定结果啊，跟你小子有关系。你记不记得那会儿肖寒刚回来的时候，你去看我，在我面前抽烟，我还说呢，我刚戒烟别抽，但那烟头留下来了。范文丽傻了吧唧就拿你的烟头还有肖寒的牙刷拿去鉴定了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？整个一大乌龙啊！这是。这怎么了？怎么穿上破鞋呢？肖寒的狗咬的，真没想到这孩子为了把账怼上，真把狗卖了。怕你穷啊！你说，要不我借你点儿，还不给你那机会。那公司怎么样啊？什么时候恢复运行啊？这2天的事儿，明天开始，天天得去队里报道去。咱先给人好态度是吧？要我说呀，你别在一棵树上吊死。不都说嘛，人能活，树能死吗？你另攀高枝吧。你不有一个那师哥叫什么东吗？你去他那看看吗？我才不当那破鞋呢。我这叫蛰伏期，过2天就开始展翅翱翔，很快。还过2天呢，再晒就成老萝卜了。你说啊，兄弟打毕业的时候，就在这家公司干，都飞了10多年了。原来琢磨着，可能干一辈子。嗨，谁想到现在是这么个结果？我跟你说这干嘛？就是你跟我说这干嘛呀？走了，赶紧走。肖寒他们学校什么位置啊？干嘛？哎，我说钱真够了，你别打肖寒主意啊，想把钱给他，要想是加钱啊，打我主意。我打他老师主意行吗？哪老师？就去你们家那老师。那女的啊，那女的特丧，我跟你说。而且我告诉你了，那女的已经有一个特不着调男朋友了。她再丧，她也得给我修车费啊。网上地址你自己查去。不是你这是对债主的态度吗？哎，借条说好了啊，你要弄丢了的话，可别怪哥们不认账。回家我就裱上，我裱上，我挂客厅里边。叶律师，证人到了。嗯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您发来的资料我看过了，您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呢？我不要求利益的重新分配，只要能让我拿回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就行了。丁芳如啊，她确实没有能力管理公司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自己一手创立的基业，成为一段失败婚姻的牺牲品呢。您当初和他签订离婚协议里，虽然承诺转让一部分公司股份，但是并没有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，也一直没有办理转让手续，所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是您，这对我们很有利。我们可以向法院申请重审。行，怎么做呢？您决定。不过呢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尽量不要伤害到他们母子的利益，只要拿回经营管理权就行了。公司的盈利收入呢，我希望还是能够给他们母子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就行，好吧？那我建议您还是再和丁芳如友好的商量一下，出钱回购一些公司股份，两人再就财产问题达成一份新的补充协议。公司赢了利才能一荣俱荣嘛。您把这点和他说清楚，他应该是明事理的。友好的协商，他要是真的明事理，我也不至于跟他走到今天这一步了。于律师啊，您是不知道，他这个人
有多不可理喻。不可理喻。那您能举个例子吗？几年前，他就开始对我疑神疑鬼，整天的捕风捉影，老觉得我跟身边的每一位异性都有染。说来不怕您笑话，公司的秘书、同事和合作伙伴，只要是跟我打交道的女人，他都会想方设法的送对方一瓶哭泣香水。这样一来，只要我跟谁接触，晚上一回家，他就能闻得出来。搞到后来，公司的女员工都不敢跟我说话了，更别说跟我一块工作了。现在整个公司上下都知道我有一位善嫉妒的老婆，合作伙伴更拿这事儿来开我的玩笑。你说我一个堂堂的企业领导，竟然成了业内的笑柄，这是多可笑的一件事情。他这么偏执又多疑，应该是有心理疾病，你应该去带他看心理医生。起初啊，我只是觉得他可能太在意我们这段婚姻了，所以在语言上有一些偏激的地方，我觉得这也能够理解，毕竟是夫妻嘛。但是后来我才发现，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。他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的，毫无理由、毫无根据的对我各种的猜忌，他都快把我给逼疯了。我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只有躲到外头去。10天半个月不回一次家，这样时间久了，夫妻感情自然也就淡了，最后才不得不走到离婚这一步。但是他有这么严重的心理问题，您当初离婚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刚开始你争夺儿子的抚养权，我以为您只是为了钱，看来我误会您了。没事，毕竟夫妻那么多年，我对于这段失败的婚姻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况且他以后还要生活，儿子还跟着他，才能得到更多的照顾。但是，这个公司现在呀，的确被他搞得乌烟瘴气的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经营权的问题了，这关乎到公司上下几百号员工饭碗的问题。我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。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我是您的委托律师，所以我希望以后有什么事情你都要对我坦诚，这样我才能理性的分析一切。但是你放心，这次我一定会努力帮你得到你应得的权益。谢谢。忙啥呢？哟，这是要跳槽啊？不是说挺享受这3个月假期的吗？哎，天天在天上飞，这耳压都不舒服。怕你这耳压舒服了，又该闹心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新到的豆子手感不太好，总得给你磨一遍，你尝尝啊。哎，放我来。有几题粗心了，好好看一下。Come on，考得不错。挺好的。周周考试的时候走神啦，啊？怎么回事？玉达考得也不错，再加油啊！没事，数那行了，数你了。来，看你自己错在哪里。喂，哎，师哥，小铮铮啊，你什么情况啊？给你这邮件你收到没有啊？连个回信都没有。我跟你讲，这次我们招聘机长，这个不是人人都知道的。我是偷偷的把这消息透露给你的，你是第一个知道的，这外头还没发布呢。我看了，你们奥达航空这职位出来，肯定门槛都被踏破了。你知道就好。我告诉你啊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你赶紧给我过来，你让我蹂躏你。我知道，但师哥，我在这儿工作挺好的，
暂时还没打算换工作。你好什么好啊？啊？你以前你拒绝我，我可以理解，是吧？你是天机的香饽饽，你技术过硬，前途无量。但是现在呢，都不让你飞了。哎，一个飞行员他不让你飞了，你还有什么人生价值啊？你听我的话，你赶紧过来，我们这边无论从薪资条件还是前途发展，一定比你们天机要强。你相信我，没错的。喂，说话呀，哑巴啦？我怎么觉得我皇帝不急急太监？小铮铮，我是你师哥，不是你爸。我干嘛为你那么操心啊？啊？行，我现在呢，不逼你，你再好好想想。但是我提醒你啊，那么好的机会，不是人人都有的，你一定要把握住，听见没？我知道，谢谢师哥。谢谢。是不是又想你那成绩的事儿了？其实你挺在意的吧？没有，刚才我就是有点走神。走进去吧，练。练啥呀？以后哥们常驻学校，想练随时能练。但是你这成绩，你先得想好怎么过你妈那关。我跟你说，就你这分儿，在我这儿都过不了关。我都不怕，你怕啥呀？哎，他要敢说我，立马离家出走。你别跟我学，你忍受得了地下通道的冷吗？啊！我跟你说，你没了你妈断了经济来源，你别说星级酒店了，你连快捷酒店都住不上。那我找我爸去呗。这招特别好用，他敢弄我，我直接跟我妈说：“妈，我找我爸去。”他顶多就盯着我去哪儿，啥也不管。还有这种操作？哎，对，那个，人家，妈给我写情书了。自作多情。你给我钱干嘛？你哪来那么多钱？哎，这是哥们私房钱。那个，你下次再离家出走，有的用了。你大叔，我不离家出走了，而且什么私房钱不都是你妈给你的吗？还私房钱？你看，哎，你看那上次我也没帮你什么忙，是吧？什么地下通道、小旅馆都让你收了，还把奥斯卡给卖了，多不好意思，是吧？哎，拿着。行了，哥们儿，有你这话，我就很心满意足了。这钱你收着吧，我不用，真的。哎，这样，这个钱呢放我这不太安全，被我妈发现不好，我放你这保管着，咱俩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拿啊，秘密基金。现在小吴老师有请。哎，找你呢，赶紧去。找不周呢。谁？不知道。我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你发挥再失常，也不该是这个分数。老师，我就是一时糊涂，把听力都写串行了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不是故意的。哎，你真的，您教我那些我都会了。你是为了叛逆，还是想反对你父母离婚的事情？什么都不会，就是考试有点累了。
登记一下。好，我登记一下。拿好。好，谢谢。我希望我教给你的知识，能以最合理的状态呈现给我，可以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回去吧。再见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叶东啊，你去车里等我啊，先去车里，我跟林老师有几句话要说。啊。去啊。哦。去吧。林老师啊，周周这次的英语成绩只考了98分，非常不理想。我对他的期望是很高的，特别是英语。他要是英语不好，他出国留学就是个问题啊。一次成绩真的不能代表什么的，我很清楚他的真实英语水平。这次就是有点没发挥好，不过口语能力还是提高不少的。哦，他上一次考得不好嘛，你跟我说他没有发挥好，这一次你告诉我他提高了，我怎么看他是退步了呢？我看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影响了他。这画像画的是谁，我还真不清楚。不过早恋这个话题比较敏感，又涉及孩子的隐私，您还是以保护为主吧。小孩子在妈妈面前说什么隐私啦？我看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影响了周周的学习。那个李小老师在这儿吗？哎，在。哎，你来啦！你知道我就来。对，周周妈，我可能有点事需要处理一下，要不我们改天再谈吧。什么情况啊？你刚才那眼神我可没接住啊。没关系，重点是你救了我一命。哎，你来学校干嘛？找萧寒？找什么萧寒呢？找你。找我？我跟你又不熟，你找我干嘛？这多长时间了，怎么不联系我呢？我联系你啊！对不起，哦，我最近真的太忙了，我马上联系保险公司啊。不是那个，我已经去4S店估过价了啊。看在，哎，老师你好，看在咱俩已经比较熟的份上呢，我给你打个友情价，你请我吃10顿饭就行。你们追女孩子的方式都这么老土吗？你别过河拆桥啊！刚才那个债主刚走啊，这不他叫回来一会儿。我有男朋友了，很快的我就要出国找他了。请客吃饭这类的事情就算了吧，你又找上回那种小菜馆，得请几回啊？总之呢，修车我有保险，咱们实报实销，好吗？不还没出国呢吗？谁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啊？报告。小韩。史叔叔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不是送作业吗？我这儿也正事儿。你俩挺熟的啊？你跟他比较熟，你们史飞叔叔还来接你放学呢。哎，我家里还有点事，就先走了。那修车的事咱们电话里联系。哦。把人车撞烂了吧？嗯，撞什么车？不是找你修车吗？行，你怎么了？表现好不好？还行，先走吧。行啊，师叔，现在是不是对我们小老师有点意思？你行啊，眼力不错呀，成熟了。不过我听说她有男朋友，好在远水解不了近渴，我还有机会。你努力吧，反正这个学期过了之后，我们小老师就要去澳洲了。还有1个多月呢嘛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不过我觉得他跟你不合适。什么意思啊？真的，你看啊，他现在看着温柔、善良、可爱、动人、天真无邪，但你不能被他的外表所欺骗了。这个人心里十分的凝固，十分的拧，知道吗？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制住他，这个人非常的无理搅3分，就是老吴。
不是，说我呢，扯你爸干什么呀？你不知道我没看我那暴脾气，我这屋里缴8分我。哎，你最近怎么样呢？不错，最近状态很好。英语期中考试时候重回第1。那咱得庆祝一下啊！赶紧庆祝，那就给你煮碗方便面呗。反正家里最近财务是有点紧。财务紧也不能苦孩子，回头我得跟老吴说一说。真的，以后你啊走投无路，你别回家，不行你就来找我。要不这样，干脆我收你当干儿子吗？嘿，不好，那老吴能同意吗？老吴跟我谁跟谁啊？就你定了。那咱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儿个咱爷仨好好庆祝一下，走吧，儿子。行。哎，老大，你来了，想死我了。少贫，要飞了是吧？飞就飞，说出来，我没那么脆弱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在这段时间，不许偷懒不上进啊！我怎么敢呢？比你在的时候啊，这学习劲头还要足呢。那也行，好好准备，我过去了啊。好。你们机长可真可怜啊！看来他还不知道他的航班线都被朱机长抢走了吧？现在看来只能听临时调度了吧？要不是我们老大停飞，他哪有资格？你跟你们老大那么熟，这么大事你没跟他说呀？我哪敢告诉他？以我们老大的脾气，要是知道自己的航班线被别人无缘无故抢走了，那得多难受啊！我可不想用我的嘴告诉他，看他难受，还得装坚强。得了，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听说这个朱机长可不好对付，原来当副机长的时候就对手下要求特别严格，现在升了正机长，指不定做成什么样呢。对呀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哎，我特别怀念跟我们老大在一起的时候，虽然他脾气直了点吧，可那是真性情，那技术又好，对我们呀就像亲兄弟一样。实在不行你就请调呗，无非就是不稳定点，累点，钱少点。那你调一个试试。总之，如果跟这个朱机长打呀，一定要打起12分的小心。来，给。所以，飞行安全、运输安全真情服务，这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应对竞争的3个底线要求，也是我们天机所有员工必须坚持的职业底线要求。好，下面我来宣布公司重要督飞航线机长的任命安排。吴征同志在以往的飞行过程当中呢，有过违反公司飞行纪律的行径，经集团公司领导集体研究决定。认为目前情况下，吴征同志已经不适合再继续担任机长职务，任命朱机长接替吴征同志以往的飞行航线。希望朱机长上任以后，能够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啊！今天的会就到这儿，看在座的还有什么其他事儿没有？知道我有异议，有什么事你说，大家一起来研究嘛。咱们公司今年年底呢，复飞上海到阿姆斯特丹的海外航线是件大事儿。但这条航线的飞行环境比较复杂，气候状况多变，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让吴征机长来飞？毕竟3年前这条航线的首航是吴机长飞的，很成功。吴征同志以往的工作呢，我是了解的，飞行技术事故几乎为零。他所带领的团队对他的领导能力呢，也是有高度的评价。停飞这段时间的表现呢，我也是看在眼里。听说还帮你做了很多培训新机长啊、编写教材等工作。对。好，但是我们公司不能靠一个人撑着，我们要尽快发展，要培养更多的新的有担当的机长，这点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。知道您说的完全正确，我特别同意。但是首航的责任重大，吴征飞过，我就是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我们国家航空事业这几年的迅猛发展，我们公司的业务呢也是直线上升。未来呢，我们会开发出更多的航线、更多的班次，
但是我们针对未来机遇，对新战的储备是远远不够的。所以，这次海外航线的飞行任务还是交给朱机长吧。我相信他一定能完成任务。况且，我认为既要培养新人，就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嘛。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，我一定会圆满地完成这次飞行任务。那知道，吴征最近一直在认真地做工作检讨，而你也说了，他的酒火表现大家都有目共睹。他一早呢也跟我提出了付费申请。您看呢，现在公司飞行任务这么重，让这么一个有经验的、正值壮年的老飞赋闲，是不是有点浪费资源？老飞更应给新同志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。吴征同志的飞行经验、领导才能，这是有目共睹，无可厚非。但是在遵守纪律上面还有待加强，因为统一的飞行纪律、飞行信仰是塑造公司形象的重要条件。这一点，任何首体都不为过。好了，我看今天这事儿就这么定吧。郑队长，你说呢？不，迟总，那行了，没什么事儿，那就散会吧。哎，委员，资料我看到了，那个王珊这资料你搞错没有啊？能找到的资料信息我全都发给你了，资料绝对可靠。不是，那她就是个乖乖女，没有黑历史，没有什么缺点。她就是个典型的模范生乖乖女。不过她好像没有谈过恋爱，这种算缺点吗？哎，我说你到底想查什么呀？她刚去澳洲，先是和你哥同住，后来搬走没几天又搬回来和你哥同居。可是我记得你哥在国内好像有女朋友啊。哎，行，那个先这样啊，信号不太好，那个改天请你吃饭，拜拜。不知道你一直还替我扛着这么大一雷呢，你说都快炸着自个儿了，你还不扔下来？我只是快炸着了，已经被炸着了。你这份情我记着，但是别扛着，咱俩情况不一样，我不想连累你。怎么的？听你的意思，要准备跑啊？怎么会呢？只要飞机上有乘客，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，我都会打起12万分的精神去对待。这个对，要的就是这股劲儿。明天接着来队里报道，你的事儿，我还是要帮你争取。干嘛那么崇拜的眼光看着我？以前没看过别人包饺子？从来没有。你妈不包饺子的吗？啊，我妈是个老师，她眼里只有她的学生，哪有时间管我？所以在家都吃速冻饺子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我是叶欣的妹妹。你是叶子吧？我听你哥哥说起过你。既然听说过我，那你肯定知道我的脾气吧？林晓欧好心帮你，你为什么恩将仇报抢她男朋友？你这么不知廉耻，你妈知道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希望你有事儿说事儿，不要把家长牵扯进来。哟，你还知道你有家长呢？你妈和小欧是同事吧？你以后怎么面对你妈？是我对不起小欧姐，可这好像不关我妈的事儿吧？你对不起所有人，就是舍不得对不起你自己。叶子，我不奢求你支持我，但我希望你理解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哥。喜欢就可以在一起吗？你喜欢钱，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呢？
我知道你是律师，我说不过你。可是你哥和林小欧也没有结婚，更何况他们都没有感情了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呢？你这叫什么？你这叫苟且！哎，我看你这个学习成绩挺优秀的，这长得也挺好看的，没想到你在做人这一科啊，根本不及格。不好意思，我最后一次的告诉你，我希望你注意你自己的措辞。现在已经不是父母包办婚姻的时代了，更何况你应该尊重你哥的选择。至于小薇姐那边，我自己会跟她解释的。我呸！我就没看过你这么不要脸，还这么理直气壮的人。打电话给我哥。你哥正在给我包饺子，他很忙的，没有空。如果你有什么事儿，你晚点给他打电话，好吗？哎，喂！气死我！谁呀？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一个同学。前2天管我借书，然后说书弄丢了。哎，小丽，合同出了点问题，您赶快过来看一下吧。啊，那行，那个我半个小时以后回去。好嘞，啊。完，那个我这公司出点问题，我得回去处理一下。那个牛排改天吃呗。行呗，你工作重要。嗯，你路上慢点啊。啊，谢谢叔。谢什么谢呀？叫什么？干爹。啊。拜拜。拜拜。这是我给你买的 ME-087飞行模型，1:200比例，全金属机身，限量版的。机身全长呢是28厘米，机翼展开是30厘米。注册编号是 B-2788，你回来可以去官网上查询一下。所有的机上可活动部分都能活动，什么机轮啊、机窗啊、机门啊都行。你自己回去在被窝里慢慢玩吧。说的好像你比我还懂飞机似的，其实也没必要买新的。我那粘吧也还能继续摆着。哎，你买这个没让人蒙了吧？没有，你放心，我托别人在官网上买的。哎呀，真不该花这冤枉钱。我这人恋旧，什么东西看久了才会有感情。行了，您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得便宜卖乖呢，矫矫情情的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。而且你那也不叫恋旧，你那叫恋物癖。我跟你说，再好的东西也不如人重要。哎，东哥，那个简历给你发过去了，麻烦查收一下啊。太好了，我马上去收。2年前就拉你过来，这回总算开窍了。怎么着，脑子让雷劈了？啊，希望为时不晚吧。剩下的事儿就麻烦你了。你跟我瞎客气什么呀？我马上把你的简历转给公司 ，HR 那边很快会联系你的。我们公司现在就缺你这种有经验的机长。嗯，行，简历出去了，我就静候佳音了。谢谢东哥。藏，现在藏不觉得晚了点吗？怎么着，想跳槽了？谁藏了？谁想跳槽了？小孩别管那么多啊！现在不比从前了，养活一个人跟养活2个人，那是一个概念吗？跳槽谁说跳槽？
你不一直是成为你们公司的员工为感到骄傲吗？怎么现在就舍得了？我跟你说，你做这决定之前，你真得想清楚，别到时候回来后悔了，跟我搁这翻老账。我可不想你因为我做这种妥协。谁说我就非得是妥协呢？你当我傻呢？我知道你舍不得这儿，你要真舍不得，我以后省吃俭用点。爷，这话不能讲啊，省吃俭用。你这个岁数，最不能的就是省吃俭用，长身体知道吗？而且我爱的是飞行，天空那么辽阔，我在哪个航空公司飞都一样，这叫潇洒，学着点。今儿旺财秋天给我打电话了，他说有人愿意高价收购奥斯卡，这人肯定是你吧？我这么做跟你没关系，我是不想欠那狗啊一人情。你的好心我领了，但是我觉得奥斯卡跟他新主人在一块儿真挺好，挺幸福的。再说了，人家也是人，相处这么长时间，肯定也有感情了。